我是妇产科医生，姐姐高龄怀孕，我劝她多走动，她的婆婆却说我不安好心。我姐信了她婆婆的话，让我别多管闲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姐姐年方48，为了婆家人生儿子的执念，不顾我的劝阻，成了高龄产妇。婆家把她的肚子看得紧，几乎限制了她的一切外出活动。她知道他们是为她的安全着想，她不好意思反抗，担心把婆媳关系闹僵，所以她求到了我这儿。我连夜查阅了我们医院多年来积累的案例，第二天就带着资料上门，将孕期缺少运动造成的危害告诉众人。明明我是妇产科专家，他们却不信我的话，偏偏要看网上那些小概率事件。小姨子，你一大把年纪了，都还没生过孩子，你知道个啥？网上高龄产妇出门摔倒导致流产的例子还少吗？你不会是自己生不出孩子就嫉妒你姐姐，故意要害她吧？他们你一言我一句，听得我头都大了。最后还是我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扬言要带姐姐回娘家，才定下了这件事。之后的几天，我借住在他们家，姐姐终于重获人身自由，可以出门逛街购物了。经过楼下小花园时，总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，我大概知道是姐姐的婆婆说了些什么，但是我不在意，我只在乎我的家人过得是否安好。见姐姐的状态越来越好，我回归了我的正常生活。没几天，姐姐就又打来了电话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跟我哭诉婆家人的恶劣行为。你之前不是说高龄产妇不多走动容易难产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你把我婆婆气到了，自从你走后，她变本加厉呀，别说让我出门了，现在我连床都下不得。妹妹，你可要对我负责呀，姐姐只有你了。姐姐性格软弱，当年家里穷，只能供得起一个孩子读书，父亲板着脸一句不许读了，他就放弃了名额，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。所以纵使他说的话让我听着有些不舒服，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冲到了他家。我以我妇产科专家的特权做担保，包揽他们之后一切的检查住院费用。他们一家子终于被我说动了，但前提是要我陪护着姐姐，看着躺在沙发上打游戏的姐夫，看着准备出门去棋牌室打麻将的婆婆。我本就不放心把照看姐姐的任务交给他们，我的姐姐我自己负责。我天天拉着姐姐下楼散步，姐姐对我颇有怨言。我今天真的太累了，求求你让我休息一天吧。外面艳阳高照，是难得的好天气，我好说歹说的把姐姐劝下去了，没想到刚走到花园就下起了小雨，都怪你非要让我出来，这什么鬼天气，淋坏了我可怎么办？我把姐姐留在亭子里避雨，自己淋湿了全身，回家拿伞。等我回来，一辆救护车停在公园旁边，浑身是血的姐姐被推上了车。姐夫恶狠狠地盯着我，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事，我定要你陪葬。我明明叫姐姐待在凉亭里等我，不要乱动的，她怎么会落了胎呢？姐姐的孩子没了，她的婆家人恨上了我。为了省去一笔住院费用，明面上他们没有和我撕破脸，享受着我提供的补品，私下里他们却不断地跟姐姐说我的坏话。你那妹妹就是个居心不良的，一把年纪找不到对象，生不了孩子，我看她就是嫉妒你，故意害得你流产。莹莹和她走得这么近，我看她就是不想你生二胎，从而冷落莹莹。莹莹是我姐的女儿，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一向过得不好，我很心疼她。每次去姐姐家
都会给她带大把的零食和玩具，所以她约我出去，我并没有起疑，只以为是姐姐的孩子流了。婆家人把怒火发泄在了她身上，她想来找我倾诉，直到我被推下楼梯的那一刻，天真无邪的女孩脸上挂着恶魔般的笑容，我才知道我又被骗了。小姨，对不起啦，谁叫你害死弟弟的？奶奶说，只要杀了你，就给我买洋娃娃。我的头好痛，但我却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你要管你姐，可以，但你姐肚子里是我们家的孩子，出了什么事你负责吗？我知道你是妇产科专家，本事很大，但是死读书是没用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少看点理论，多实践吧。我求求你别来管我们家的事了，行不行？有这闲工夫，还是自己去生个孩子吧。我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，过了许久，才意识到自己重生了。头疼不是因为在楼梯上磕的那几下，而是因为昨晚熬夜为我姐查的资料。姐姐在一旁扯着我的袖子，满眼焦急地等待着我帮她反驳婆婆。妹妹，你帮帮我，我真的在家里憋得够狠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要抑郁了。若是从前看到姐姐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我肯定要为她出头，但现在我实在是有心无力。上一世我死后，姐姐不但没有帮我报仇，还带着那个小白眼狼去买了洋娃娃。因着年龄不够，我那小侄女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，姐姐一滴眼泪也没流。我的尸体在停尸房腐烂发臭，医院打爆了她的电话，她才不耐烦地来为我收尸。她把我的骨灰随手撒在地里当肥料，还霸占了我的所有家产。带着一家人住进我的大房子时，她那副得意洋洋的嘴脸，我此生难忘。要不是当年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她，这些本就该都是我的。她从没想过，就她那烂成绩，想考个大专都难。我没有孩子，所以养了一只小狗。从前姐姐来我家做客，总是表现得很喜欢她的样子，但是这次她却一脚踹在了狗狗肚子上，我的小狗疼得满地打滚，嚎叫声引来了她婆婆。哎呀，这居然有只狗，刚好炖了给你补补身子，你呀安心养身子，争取早日再怀上。我看着姐夫一刀解决了我的小狗，你妹妹真是个没良心的，好东西宁愿喂狗也不给我们，这狗粮也不便宜吧，挂个二手卖了，刚好再添几个菜。我眼睁睁地看着爱犬成了他们桌上的一道热菜，我崩溃大哭，但是已经是鬼魂的我无能为力，连触碰他们都做不到，更别提报仇了。再后来，我的灵魂飘在空中，我听姐姐说道，当年查出来是个女儿，幸好嫁祸给那个蠢货了，不然生下来又得被他们抨击生了个赔钱货。我愣住了，原来那天下午我走之后，他接到了黑诊所的电话，确定了孩子的性别，他就是故意摔的。这就是我因为愧疚帮扶了一辈子的姐姐。我从她的手中抽出被她揉得皱巴巴的袖子，她挂着泪珠的脸上全是错愕。妹妹，我面无表情。你婆婆说的对，我没办法为你的安危做担保。姐姐已经是嫁出去的人了，我不好再插手多管什么。姐姐要是真嫌烦闷，自己和家里人商量，要出去让姐夫陪你去吧。我当然没法为他的安危做担保，毕竟他们家孙子的命很金贵，这担保做不好，可是要一命换一命的。我推门而出，不再理会恳求我的姐姐。我走后，屋内的姐姐又恢复了低眉顺眼的模样，顺从婆婆的意思，乖乖地躺回了床上。妈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躺着就是。我以为她至少会为自己争取一下呢，看来她想出门的意愿也没这么强烈。他们一家人都很高兴。行，你好好躺着，
吃喝拉撒有妈伺候着。我看你那妹妹就是想害你，幸好你没被她迷惑了神智。一家人相亲相爱，真好。后面有他们难过的地方呢。离开姐姐家，我去买了许多牛羊肉。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我的白白。白白就是我的狗，一只通体雪白的小土狗，是我从老家抱来的。一进门，它就在门口迎接我。狗都养得熟，但是有些人是养不熟的，不去想上一世的悲剧。我开开心心地给白白做起了狗饭，牛肉、羊肉不要钱似的往里面加，心情很好。我还发了朋友圈，姐姐也给我点了赞。我还去健身房办了张卡，从跑步机上下来，我感觉身心都舒畅了。前世为了督促姐姐运动，我每天下班后的时间都花在陪她散步上了。常年久坐，我的腰椎和颈椎并不好。为了她，我放弃了我坚持多年的锻炼，以5码不到的速度搀扶着姐姐走路。姐姐还要嫌我累着了她。她从未在我垂肩揉腰之时关心过我的不适，还把笨重的身子压在我的身上，以此来偷懒。我对她的好仿佛是理所应当。现在好了，我终于可以享受自己的生活了。由于长年累月的不走动，姐姐越来越臃肿。看着我朋友圈发的美食照片，已经喝了好几个月排骨汤的姐姐馋坏了。她迫不及待地给我打来电话。从前觉得婆婆伺候我是个好事，没想到她控制欲这么强，连我吃什么都要管。我已经好久没吃过像样的食物了，每天都是排骨汤，我真的要喝吐了。妹妹，我看你去吃牛排了。莹莹看了也说想吃，可惜我现在出不了门，忽略她太久了。等我生完孩子，也得带她出去吃一顿。姐姐的暗示都快摆到明面上来了。要是从前听到莹莹可怜的遭遇，我早就买好东西上赶着送她家去了。但现在我可没心情给上一世杀我的凶手送东西。再说了，他们可舍不得给一个女娃娃买牛排，估计是她自己想吃吧。真送过去了，也送不到莹莹手上啊！但是我朋友圈做的那些是给我家白白吃的呀。姐姐，你想给莹莹吃狗饭吗？视频中，姐姐的表情很震惊。你给狗吃牛排？我还听到她小声嘀咕，好几十一斤吧，她可真舍得。有这个闲钱也不接济下我们家。我假装没听见。姐姐在说什么？从前姐姐不是最喜欢白白了吗？我给白白的伙食这么好，姐姐不开心吗？姐姐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顿时涨红了脸。怎么会？姐姐最喜欢白白了，看她好，自然是开心的。要不是不能出门，姐姐还想给白白带点礼物，去看看她呢。上辈子我已经识破了姐姐爱狗人士的伪装，她装作喜欢白白，只不过是为了迎合我，从我这得到更多的好处罢了。行啊，不麻烦姐姐。姐姐把礼物准备好，我去拿就是了。她的脸色很精彩，我录屏下来反复观看。说出去的话已经收不回来了。我隔天就上门讨要礼物了，他们欠白白的，我迟早要讨回来。姐姐没想到我这么不上道，上门连个礼物都不带。妹妹，你空手来的？她还往我身后看去，但是确实空无一物，让她失望了。你不是买了很多牛肉吗？莹莹看你朋友圈，可想吃了。我装作没听懂她的弦外之音。那你给莹莹买呀，最近特价45一斤呢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听了我的话，她发出了惊呼：这么贵？猪肉才10几一斤呢，这么贵的肉你舍得拿来喂狗，还不如给莹莹买点东西呢。莹莹读书可好了，她平时跟你这个小姨最亲，你舍得花大价钱养狗，都不舍得帮帮小侄女吗？她话语之间全是对我的责备之意。
无一不在指责我乱花钱。莹莹是他女儿，他都懒得管，我凭什么帮他养？养了也养不熟，只能养出一条白眼狼。10月怀胎，姐姐要生了。她太久没有下地，已经不会走路了。她被喂的体型庞大，姐夫一个人都抱不动她。她是被姐夫和姐夫他爸合力抬上救护车的，担架的杆子都被他压弯了。旁边一众看热闹的邻居叽叽喳喳，笑得好不热闹。姐姐曾经也算是个清秀美人，此刻被嘲笑，她气得想哭。你们这些丑东西，等我生了儿子，又减了肥，看你们不羡慕死我。她疼得面目狰狞了，还不忘和邻居对骂。对待婆家人的时候，要是有今天这么硬气，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了。他们来到了我的医院，让我给他们安排了最好的病房。姐姐疼得要死，让我给她打无痛，打无痛3000。姐姐确定要打吗？要打的话，姐夫可以在这签字，然后去楼下付钱了。听到这个数字，婆婆和姐夫都吓了一跳，赶紧把我递过去的文件丢得远远的。她可是你姐姐，你怎么不签？你这么有钱，又不差这3000块，而且你们医生都有内部价的吧？内部价，我心里一阵好笑。当这儿是商场，当我是柜姐呢？医院的东西明码标价。上次你们也说了，姐姐已经嫁到你们家了，我一个外人不该管。你们不舍得打，那只好让姐姐疼着喽。姐姐泪眼婆娑，还想和我打感情牌。妹妹帮帮我吧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让她认你做干妈，她一定会好好孝敬你的。刚好你也没孩子，需要有人给你养老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前世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以为只要自己全心全意地为他们付出，他们就会记得我的好，到头来把自己活成了小丑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躺在床上状如母猪的姐姐。姐夫买房子的时候借了我的钱还没还吧？要想再借钱，把之前的还了再说。姐夫的脸色瞬间不好看了。我们不问你借了还不行，赚了这么多，人这么小气，我看你就没有发大财的命。姐夫对我的看法，我根本不关心。我干脆地与姐姐说了实话，高龄产妇本就和寻常孕妇不一样。我当年就叫你别生，是你母爱泛滥，说一定要生下他的，那这疼也是你该受的。姐姐的眼眶红红的，委屈的不行。姐姐的婆婆在一旁对我翻白眼，什么破医院，打个针居然这么贵，我看你就是想从中获利，故意给我们报了高价。你们院长呢？我要投诉。他们骂骂咧咧的去找领导了，只留下姐姐一个人在病床上挣扎蠕动，像一条肥胖的蛆。最终姐姐还是打了无痛。姐夫脸色阴沉地看着我，似乎是想把这3000块钱从我身上刮下来。姐姐难产了，生了10几个小时，连个婴儿的头都没见到。姐姐的婆婆不淡定了，我的宝贝孙子未来可是要考清华的，在肚子里缺氧，闷坏了脑子怎么办？你这个小贱人，是不是给你姐姐打假货了？要是我孙子有什么事，你就是杀人了，我跟你没完。姐姐今天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了，还是颤颤巍巍地开口替婆婆辩解。妹妹你别介意，我婆婆就是这样的人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她只是太担心我的孩子了。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，你应该没有给我用假货吧？我这孩子生的怎么样的都靠你了。她2、3句话之间就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。我笑着看着眼前的一家人惺惺相惜。姐姐，我可是叫你多运动的，你自己孕期缺少锻炼，没有力气，孩子出不来，怎么能怪我呢？毕竟我又没法替你用力，不是吗？我放下病历，把手头的工作交给了另一位医生。病房里的空气让我有些犯恶心。
我必须出去透透气了。出了门，我看到了孤零零地坐在走廊的莹莹，她瞪大无辜的双眼看着我。小姨，你不想救妈妈和弟弟吗？你的心好狠哦！你好久没来看莹莹了，不给莹莹带好吃的，莹莹不喜欢你了。从前被她那张单纯的脸庞蒙蔽，她就算言语不当，我也只当她是原生家庭不好，被养歪了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有的人的心天生就是黑的。没事，小姨也不喜欢你了。她的神情错愕了一瞬，紧接着看着我的背影嚎啕大哭。姐姐的婆婆嫌吵，出来扇了她一巴掌。小贱人，哭什么哭？要是影响到你弟弟的出生，我要你好看。整个世界终于安静了。曾经那个被所有人厌弃的小女孩，现在失去了最后一个爱她的人。姐姐的婆家人固执地认为顺产的孩子更聪明，孩子在姐姐肚子里卡了1天1夜，终于顺转剖了。孩子出来的时候，脖子被脐带缠着，脸色涨红，肺部充血，已经休克。在医生们竭力的抢救下，终于传出了一声哭声。但是医生告诉了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，由于缺氧太久，孩子以后的智力可能会受到影响。简单来说，这孩子就是个智障。婆婆哭天喊地，大声嚷嚷着她孙子考不上清华了，是我这个小姨也没有尽心尽力，要找我负责。直到医生和她说是个女孩，她瞬间变了面孔。又是女孩，没用的东西，肚子里生不出个种，真是白伺候了。老娘不奉陪了，谁生的孩子谁自己带去。儿子，咱们走。他拉着姐夫就走，丝毫不顾我那还躺在手术室的姐姐。这一世姐姐整个孕期都没有出过门，自然是没有机会去黑诊所查性别。真是可怜了这个孩子，生下来就是个没有家的。虽然不待见孙女，但为了钱，姐夫和婆婆还是冲到了医院来闹事。他们说是我的操作出了问题，所以才导致他们家生了个智障。他们向院方反映要开除我。上一世他们也是如此，但我不会再重蹈覆辙了。上一世为了陪姐姐，我不知道旷了多少工作，天天请假。领导早就看我不顺眼了，这才顺从他们的意思把我开除了。这一世我投身事业，创造了无数典型案例，早就升为了副院长，我的地位他们无法撼动。于是他们向我索要赔偿，要求我赔他们10万块精神损失费。我笑着说好呀，刚好姐夫当年买房子时借了我10万块，那就此抵消吧。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还我这笔钱，我就没想过能要回来。此刻说出来也是气一气他们。姐夫果然黑了脸，你姐姐还躺在家里下不了床，你作为她妹妹不去照顾一下，还想惦记我们家的房产。你当年就借我们10万块而已，现在总是提起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还不起，你还想我们把你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吗？人心是脏的，看什么都是脏的，以为人人都跟他们一样贪得无厌呢。首先，你们家的房子当年买来才20万，我已经出了1半的钱。其次，我住在200平的大平层，就你家那个20平不到的小地方，还不如我家厕所大，我根本看不上。再者，姐姐是你的妻子，她辛苦怀胎10月，为你生了孩子，你跑来，我这发疯的时间早就可以用来照顾她了。他们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面色涨红地离开了医院。天杀的，你那没用的媳妇赶紧离了吧，就会拖我们家后腿。下午把那孩子抱福利院去，别在我们家浪费钱。我站在楼上，听着他们吵吵嚷嚷，心中默默记下了他们说的那家福利院。我带着一些婴儿的衣物，一提奶粉，来到了福利院。那个新生儿确实在这儿，
令我惊讶的是，莹莹居然也在。她恶狠狠地盯着另一个女孩手中的洋娃娃。就在她想伸手推倒那个小女孩时，她看到了我。她连忙收起了脸上恶毒的表情，甜甜地笑着向我打招呼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提着的购物袋。小姨，你来看莹莹了。莹莹好想你啊，这是给莹莹带的零食和玩具吗？她伸手就来扒拉我的购物袋和包包，我推开了她，这是给你妹妹的，可没你的份。不顾她的哭喊，我径直走向了院长办公室。新生儿还太小，由院长亲自照看。他与我诉说着捡到这可怜孩子的经过，我这才知道，那对愚蠢的母子为了掩盖踪迹，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，直接把莹莹拍晕了，和新生儿一起丢在院门口。我没有告诉院长他们的父母尚在人世，因为我知道就算回归了家庭，他们也得不到好。我选择了报警，以故意杀人罪的名义把他们告上了法庭。在这个监控发达的时代，下雪也无法掩盖他们的受刑。最终姐夫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，婆婆因为怂恿也被拘留。许久没有联系的姐姐又给我打电话，妹妹你撤诉吧，你已经毁了姐姐的孩子，不能再把姐姐的家庭毁了呀。我现在已经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她的犯傻了。我为了远离他们一家子的骚扰，申请调到首都医院，这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。姐姐因为协调不成，直接被出来的婆婆丢出了家门。她也在天寒地冻之中尝到了当初她的孩子尝过的苦。明明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当初要把2个孩子送走的时候，她是一句话也没说。我在首都定居了，没想到还有能看到他们的一天。姐姐衰老了很多，比孕期瘦了，但是肉瘦皮不瘦，皱巴巴的皮挂在身上，仿佛套了一个大袋子。她婆婆老了很多，但嗓门还是依旧那么大。我孙女考上首都大学了，你们就羡慕吧。她打电话炫耀着，身边站着莹莹，她染着一头绿毛，脸上画着大浓妆，嘴里还叼着根烟。她手里漫不经心地拿着一张录取通知书，上面赫然写着首都职业技术大学。我扶额笑笑，转身就走，没想到还是被眼尖的一家人给看见了。哎，那个是你妹不？我心里燃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当他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，就跑上来拦住了我。哎呦，真是你呀！嘿嘿，这是莹莹，你以前最疼爱的侄女呀，还记得不？她考上首都大学的护理专业了，快在你们医院给她安排个职位，我们要求也不高的，你随便搞个护士长给她当就行。我冷眼旁观，想进我们医院，可以呀，投简历呗。他们以为我是答应了的意思，欣喜若狂，还拉着我，想让我给莹莹传授秘诀。我婉拒了他们，你们可请不起我。要是真想学点本事，不如去找专业课老师拜师学艺。姐姐扯了扯我的袖子，你这孩子说什么呢？你给你侄女补习还收啥钱呀？莹莹一脸恳切地看着我，可惜我不再会被他们打动了。我回避了这个话题，问了问当年那个孩子的状况。他们家并没有完全失去抚养能力，所以政府逼着他们把孩子从福利院接走。现在那孩子就在家里养着，连1+1都不会算，他才是这件事真正的受害者呀。倒不如像上一世一样留了好受一点。我不知道姐姐怎么搞到我的家庭住址的。几天之后，她找上了我，她泪眼婆娑，因为莹莹没有成功进我们医院，她婆婆和老公联合起来把她打了一顿。我这才知道，她这几年经常被家暴。妹妹，你一向知道我最软弱的，姐姐知道错了，当年就该听你的话的，你帮帮姐姐好不好？
你这么有钱，雇点人帮我收拾了他们，我真的不想再做牛做马的伺候他们了。他的脸上带着乌青，嘴角破了皮，格外的有说服力。但是我有着大好前途，怎么可能会去帮助他犯罪呢？他的眼里有悔恨，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相信他，毕竟我看人的眼光真的很差。后来我再没有见过他们，直到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京郊的一处筒子楼起火，幸亏是在上班时间，伤亡不算大，但是筒子楼住的都是些外来务工的低收入人群，财物烧了，想必他们也不好受吧。新闻中一个哭哭啼啼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凑近仔细一看，居然是莹莹。我看了下和姐姐的聊天记录，才发现这处筒子楼就是他们租住的地方。不是吧？那一家子祸害就这么没了？我驱车前往，警察和消防员围了一圈，屋里火势太大，已经进不去了。我听到了姐姐的声音：“你个老不死的，都是你害了我的孩子！你个软饭男也是，怎么不去死？成天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干，还打我！你们有什么脸打我？这个家现在可都靠我的工资维持着，被生活逼到了尽头。我那姐姐居然也勇敢了一次。”从众人口中，我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经过，是姐姐对这一家子忍无可忍了，积累多年的怨恨终于爆发，所以在家中纵火，想和他们同归于尽。莹莹住在宿舍，那个痴傻的小侄女在楼下花园玩，两人这才躲过了一劫。姐姐死了，姐夫和她婆婆也死了，火灭了，尸体被抬出来，三人皆是面目全非。莹莹好像突然受了什么刺激一般，又哭又笑。没想到她倒是像突然醒悟了一般，肩负起抚养妹妹的责任。她离开了校园，打算离开北京打工养妹妹。临走前，她来了我这一趟。小姨，我都想起来了，对不起，是我年少无知，分不清谁是真对我好，才害了你。他居然阴差阳错地恢复了上一世的记忆。我这个民办大专，很多地方都不承认的，我还是打算自己出去闯荡一番。北京物价太高，我实在消费不起。姐姐一家人去了，什么都没给孩子留下。我知道我如果出一份力，就可以让两个孩子平安度过一生，但是面对着上辈子的杀人凶手，我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。算了，随他去吧。还是那句话，他们父母都不愁，我愁什么呢？几年后，我外出调研，在对方医院的食堂吃饭，打饭的人戴着口罩，格外的眼熟。小姨，那人喊我，竟然是莹莹。她看到我很开心，但是她还要做工，她示意我等她一下，像是有话和我说。我坐下，慢腾腾地吃着碗里可口的饭菜。等到莹莹从窗口出来，我才发现她带着肚子。她释然一笑，我也要当妈妈了。我谨遵小姨的教诲呢。我老公让我辞职在家休息，我也没听。小姨，我不会难产的吧？她的一双眸子惶惶不安，可能是经历了父母那事，她对这格外的有阴影吧。但是姐姐是因为高龄，再加上不运动，才导致难产的。再说了，现在科技也进步了，风险已经比之前小了太多。得到我的肯定，她很欢喜，对我千恩万谢。看着她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姐姐。如果她和我一条心，听我的话，会不会就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了呢？走出食堂，艳阳高照，我回头望去，莹莹脸上满是笑意，热情地接待每一位食客。这样也挺好，平凡但是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